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张黎出手，马伯庸打底，但程毅零更新的2经15日，真能接住大明王朝的班吗？你们敢信吗？就那个程毅，对，就是那个好像住在横店的男人，这回演了个太子。开场5分钟，坐的船就砰一声炸了。我当时看那个片段，手里的薯片都吓掉了。这太子当的也太憋屈了吧！出差到南京，脚还没沾的呢，先到水里泡了个澡。幸好水里冒出个零更新，不是他演的捕快吴定元，一把给捞上来了。这俩人，一个落难太子，一个显眼包捕快，这组合光听就觉得有戏。说到程毅，我真是服了，他是不是在横店买了房啊？戏是一部接一部，根本停不下来。2025年那会儿，赴山海、天地剑心啥的轮番上，这2026年刚开头，又端出个2经15日，这剧名字听着就急吼吼的。2经15日，跟催命似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剧的根子还挺正，说是从明史里抠出来的几句话编的。就那句什么夏4月，以南京的吕镇命往居首。马伯庸这人也是神，就这么几十个字，他能给你写出几10万字的小说来。现在又改成40集的电视剧，这脑洞不服不行。但你们知道最让我觉得这剧可能不会扑街的是谁吗？是导演张黎，就那个拍《大明王朝1566》的导演。那剧豆瓣9.8分啊，兄弟们，什么概念？国产历史剧的天花板，多少年了都没人敢说能超越。让他来拍这个太子逃亡的故事，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他可不是那种只会拍帅哥美女谈恋爱的种，他镜头底下那都是活生生的人，还有吃人的时代。我寻思着，这2经15日估计也不只是跑那么简单。对了，这剧的造型指导是陈敏正，这名字你可能不熟，但《甄嬛传》你总看过吧？里面那些娘娘们的衣服头饰，美得让人挪不开眼，就是他干的活儿。有他把关，至少服装上不会出现那种亮闪闪的影楼风，应该能有点明朝的样子。不过具体啥样，还得等播了再看。咱们再说回故事本身，这太子朱瞻基，历史上是明宣宗，有名的蟋蟀天子，喜欢斗蛐蛐。剧里一开始也把他设定成个玩物丧志的纨绔子弟，就爱玩蛐蛐。结果呢，南京宝船一声爆炸，把他从天堂炸到了地狱。紧接着北京传来消息，他爹明仁宗病危，让他赶紧回去继位。回去就回去呗，可他那皇叔汉王朱高煦只给他15天时间，从南京到北京2200多里的，哥现在高铁4、5个小时，那会儿的走20多天，15天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更绝的是，他自己还受了伤，后面还有一堆不知道哪来的杀手玩命的追。这哪是回家啊，这分明是参加了一场全程直播的极限求生挑战赛，奖金是皇位，代价是脑袋。没办法，常规路走不通，只能赌一把，走京杭大运河。这条河从杭州通到北京，差不多1794公里，是当时最快的南北水路了。于是，一场沿着大运河的亡命狂奔就这么开始了。逃亡路上不能一个人啊的组队，队友1号就是捞他上来的捕快吴定元，林更新演的。这人可有意思了，表面上看是个酗酒、贪财、嘴还欠的南京地头蛇，腿脚好像还不利索，但实际上他身世复杂的要命，心里埋着对皇家的深仇大恨。让他保护太子，他自己都想捅刀子吧。这种角色交给林更新，我倒是有点期待。他那种痞帅又带点颓废的劲儿，搞不好真能演出点不一样的东西。队友2号
是个小官于谦，吴姓建演的。注意啊，这个于谦不是那个说相声的，是明朝那个有名的忠臣于谦。剧里他这会儿还是个年轻小官，一任出太子，那股子轴劲儿就上来了，死心塌地要护驾，感觉是个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。队友3号是个女医生苏京熙，江佩瑶演的。这姑娘医术高明，救了大子的命，但她跟着队伍北上，可不是为了什么忠君爱国，她有自己的小算盘，是要查自己好朋友离奇死亡的真相。你看，这4个人，一个为活命，一个为报仇，一个为尽忠，一个为寻真相，硬凑到一条船上，这路上能没故事吗？这15天的路，那可真是9981难。听说剧情里安排了什么运河12连环杀，在扬州就被人关水牢里了，在淮安又碰上老百姓闹事，在济南更是直接跟幕后黑手面对面硬刚，白莲教的杀手像牛皮糖一样甩不掉，朝廷里还有人出卖他们，这哪是旅行，这是在地狱模式里刷副本。拍这种戏，演员也是受罪。我网上看到说，程毅拍的时候有场威亚戏还出意外了，撞到了头，当时好像还挺多人关注的。还有那些爆破戏、下水戏，估计没少吃苦。程毅自己好像为了琢磨这个太子，还去重读明朝那些事儿了。能不能演好另说，这态度至少是摆出来了。林更新那个角色，我看介绍，真实身份居然是洪武名陈铁铉的儿子。铁铉是谁？那是被明成祖朱棣，就是朱瞻基他爷爷给处死的忠臣啊。这身世一揭开，吴定元对太子的感情的多复杂，一边是杀父灭族的仇人的孙子，一边又是朝夕相处、共同患难的人。这种内心戏演好了就是高光时刻。还有啊，这剧据说不是光讲皇宫里那点破事，导演张黎的戏肯定会把镜头拉到运河两岸，拉船的纤夫、漕运码头上的工人、沿河讨生活的百姓。太子这一路逃命，也是亲眼看见民间疾苦的一路。有观众说，看到剧里灾民啃树皮，太子喃喃自语这就是朕的子民，觉得特别震撼。这种细节要是处理好了，整部剧的格调就上去了。当然啦，也不是所有人都看好。我刷到一些讨论，就有观众觉得程毅演太子老是瞪眼睛，感觉把角色演得太单纯了，不像个身处政治漩涡的储君。也有人说林更新演得捕快，光顾着演酒鬼的邋遢了，角色更深层的东西没出来。这些争议估计等播了以后会吵得更凶。这剧现在说是2026年暑期档在爱奇艺播，40集不算短。到时候是成为像《大明王朝1566》那样的经典，还是只是一部热闹一时的古装爽剧，真不好说。爱奇艺好像对它期望挺高，连续几年都放在年度片单里，预约人数我看都几十万了。我有时候在想，我们现在看这种历史改编剧，到底在看什么？是看帅哥美女谈恋爱，还是看权谋算计过瘾，或者真的想从里面窥见一点历史的影子？明史里关于朱瞻基回京那段，就冷冰冰几句话，而这部剧要把它变成几十个小时的爱恨情仇、生死搏杀，这中间添了多少油，加了多少醋？我们骂他魔改历史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忘了，我们本来就想看点戏，而不是看历史课本？反过来，如果他完全照搬历史，那些枯燥的政务流程、礼仪典章，我们又会不会看得打瞌睡？